国家这一次啊，要来真格的了，其中有800万人要逃不掉了。若是转移资产罪加一等，就连自己的子女呢，也会一并受到牵连。那么他们到底是哪类人，又犯了什么事呢？这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为什么说这800万人逃不掉了呢？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话题。对这类话题感兴趣的朋友呢，还麻烦大家点赞加关注，转发给身边的朋友，这样呢，就可以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话题了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接着往下聊。我们大家都知道，自古以来呀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但是总是有些人呢，抱着侥幸的心理，甚至呢，还把这个魔爪啊伸上了我们身边的亲朋好友，就连银行啊都没有放过，天真的以为啊，国家拿他们这类人呢，没有办法。他们这类人呢，被统称为老赖。老赖呢，简单点来说呢，就是欠钱不还的人。法律意义上来说呢，就是有能力偿还，但是不偿还的人。说起这个老赖呢，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恨得牙根都痒痒啊。他们这类人呢，使出各种各样的花招啊来逃避债务，无所不用其极。目前在我们全国呢，让人万万没有想到，公开的老赖人数现在已经有将近800万了。对于这类人呢，我们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加以约束。比方说他们想要逃脱法律制裁呢，那必定会对自己的资产呢进行转移。我们国家的法院呢，会对其个人账户进行实时的监控，若是发现有资金转出转入的情况，就会立即被划走。其名下的车房呢，也会被进行拍卖查封，就连最简单的网购也会受限。对于你账户，比方说移动支付、微信支付、支付宝等网络虚拟交易账户中的资金呢，法院也可进行查封冻结。若是想要出行飞机票、列车软卧、高铁、代步私家车，这些呢都买不了票。我们大家呢可以这样认为，这些老赖人们如果想要从水陆空出行呢，各方面都会受到阻碍。若是你想住一个条件好点的酒店呢，现在对于这些老赖啊，也会成为一种奢望。最关键的一点就是这些老赖子女的后代呢，也将会受到你的影响。比方说你想让你的孩子上个好点的学校，如果家长是个老赖，那么有些学校呢，就会对其子女直接进行拒绝。入校以后，这些子女想要考好大学、考公务员、军校、航空院校的有些环节，也会对其考生的直系亲属对其进行一系列的审查。如果查到父母是个老赖，也将会严重影响到子女的一生。当然了，在这里呢，也会有些老赖啊，为了躲避债务啊，存着侥幸心理，把这个资产转移到未成年的子女、孩子身上，或者说自己的配偶身上。对于这种方法呢，也是行不通的。看到这里了，要相信大家也都明白了，如果变成老赖的话，自己呢不但吃住行都会受到一个严重的阻碍，就连自己的子女呢，也会受到其严重的影响。要面对这个情况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意识到还款的重要性，还款呢才是正道，千万不要被贴上老赖的标签，做那个不守信用的那个人，否则呢，以后不管你做多少事情啊，那都是弥补不了的。总而言之呢，希望我们大家呢都能够履行自己的职责，在有效期内还清自己所欠的债务。尽管说你不在乎自己的前途如何，相信做父母的也会对其自己的子女的未来发展也是非常在意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大家一定要做到遵纪守法，千万不要存着侥幸心理。另外呢，我们还要保护好自己的钱袋子，不要随意的把自己的资产呢随意借给他人，以免造成财产损失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呢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不知道大家对于这种老赖行为怎么看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再见。